你现在是我的人了。如果有人欺负你呢，就报我的名字。从今天起，我叫盘丝大仙。上天既然能安排他拔出我的紫青宝剑，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，错不了。那么，请问你，他最喜欢的人是不是我啊？我知道有一天他会身披金甲圣衣，脚踏七彩祥云来娶我。我猜中了开头，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。关于那事，我想跟你要一样东西。从你拔出紫青宝剑那一刻起，你们便注定了这一生只能错过的命运。金箍戴上以后，你再也不是凡人，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够再沾半点。戴上金箍，就不能再爱他；放下金箍，也不能够救他。如果我戴上金箍，却放不下紫霞呢？那金箍就会在你的头上越收越紧，痛不欲生。个个的，哪有一个有人样的吗？你说，哪怕有一个长得像我也行啊！你说这一个个牛鬼蛇神的长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说，你是蛤蟆精啊，还是沙皮呀，还是什么呀？长得凹凸有致的。你知道那个牛魔王跟紫霞怎么在一块儿的吗？这事儿告诉你别往外传啊！牛魔王当时就是刚出道的时候，妈穷的呀，9牛1毛的呀。后来嘛就打家劫舍嘛，后来就站起来了，好像。有一天不经过那个盘丝洞吗？完就看见紫霞了。紫霞那人多嫌贫爱富啊！一看那什么玩意儿过来了，大金链子戴的半斤八两的，哎呦我天哪！紫霞受不了了，当时整眼神了，俩人臭不要脸整一块儿去了嘛。驴都杀了，跟牛魔王回家了。可我听说不是这样的呀！你懂个几呀你呀？你道行还是太浅。呸！你说你一个牛蛙的皮挺那么大，干什么玩意儿？紫霞仙子到！我妹妹的心早就给别人了。我要的是她的身子，她的心给了谁，我摸不着，也不在乎。奏乐。
拔出紫霞仙子宝剑的意中人不是牛魔王。唉，这世间又能有几个女子能够嫁给自己的意中人？兴时已到，新人行礼，奏乐。一拜天灾人祸。干什么？我想要嫁的是我的意中人，不是你。夜人斗月，一拜天灾人祸，二拜魑魅魍魉。来的不是你在等的意中人。星瑶成妻，乱了天罡。牛魔王，落回天庭受罚。小心！什么玩意儿？你打架，你放狗干什么玩意儿呢你？观音大师，我有一个小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紫霞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他想要的是一个身披金甲神衣、脚踏七彩祥云的盖世英雄。那如果我戴上金箍便不能再爱他，他还会不会希望我是齐天大圣、盖世英雄啊？这明白。凶时已过，不能成亲。不能成亲。那就直接洞房。还有完没完啦？至尊宝，谢了，木三师娘。至尊宝，该你了。交给我吧。至尊宝，肉体反弹赢不了他，走啊！
不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来？狗男女！多谢祖师。祖师，我是为了有情人，不是为了你。等等，你去哪儿？紫霞仙子偷到紫青宝剑，私下凡间触犯天条，我要带她回天庭。哎呀，这样又被人情。可是天规不允人间。你看，狗眼都比你看得清楚。我不是看不见，只是这天命难违。哎呀，天上一日，人间一年。牛魔王这件事儿闹得动静挺大，你有很多文书要填吧？啊，祖师，咱们现在说的话，天可都在听着呢。哦，天庭不会因为这件事儿不给我面子吧？看来这琐碎的文书在天庭得写上一阵子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姐姐，你不是回月老阁了吗？我回去后翻过月老的情人簿，你跟至尊宝在人间只有1年的姻缘，1年后二郎神会带你回天庭受罚。如果到了期限，我不跟他回去呢，那你的意中人就会死。依我看，至尊宝他有自己的路要走。这件事你不应该告诉我，我是为你好。我知道，可我跟至尊宝拜堂时已经许过了生死。天庭的责罚我不怕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至尊宝死。姐姐，我本来可以毫不知情，同他爱得肆无忌惮，可现在不行了。我会一直有一个秘密瞒着他。从现在开始的每一秒，我都得活得小心翼翼，让自己不露出一点马脚。以后的日子，你会累的。但我也一定会很幸福。至尊宝，为什么我找了这么久还是找不到啊？找多久啊？我找了半年。半年？你知不知道有好多人找了一辈子都找不着自己的意中人啊？哼，半年。那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啊？那也许是人间太大了。不过你这宝剑有那么难拔？
这把宝剑能帮天神找到自己的命中注定，宿命姻缘。你是紫霞仙子，千万年不老。可是，一旦下凡，仙缘混沌，你将不再是长生之身。我想知道，爱一个人究竟是种什么感觉？从今天开始，这把剑就是我的了，我要叫它紫青宝剑。谁能拔出它，谁就是我的意中人。紫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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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紫霞。紫霞，紫霞，紫霞，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，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我看你睡得沉，就没敢叫醒你啊。以后不许再这样了。这里是你拔出我紫青宝剑的地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醒来以后，突然就想过来看看。至尊宝，往西有座五指山，山上有一种仙果。名为入鱼，入鱼1年1结果，可以让凡人长生。至尊宝，我们搬去五指山吧。从今天起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不管是这一生，还是下一世，我们永不分离。至尊宝，咱们以后就住这儿吧。你说的茱萸果在哪儿啊？在五指山顶。你说五指山这么高，咱们怎么上去啊？你上不去，但我可以呀。但万一你在山上遇到危险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就算你遇到危险，我也帮不上忙嘛。我都还没说话呢。但你一定是这么想的。我不许你再这么说了。在家乖乖等我。
好吗？嗯，走啦。进庙拜佛，进山礼神，到了我的地方，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就想带我的东西走啊！不莫玄虚。有人吗？哎呀，这还不错呀。胡子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明天我就回方寸山啊，过来跟你打个招呼。牛魔王的事儿还没好好谢谢你呢。哎呀，咱俩谁跟谁呀？何必太客气呢？啊，没事儿。哦，你乔迁之喜，我送给你样礼物，拿着。送我个锤子干什么？我看你像个锤子。这是当年愚公移山的时候用的，防身啦。我知道你跟子乔不容易，你要对他好一点呢。还用你教？你个死！我知道了，讨厌。哎，等会儿啊。今晚你得帮个忙。就这点道行，他想骗我。紫金宝剑，线索金铃，紫霞姐，我叫小五。你认识我啊？啊，你跟至尊宝的事情在三界都传开了，仙子们以你为榜样。你来五指山做什么呀？啊，为了祝鱼呀。他还没结果呢。小五，有件事，我想麻烦你。从今天起，如果有人问你，你就跟他说，这山顶的祝鱼年已结果，可以让凡人长生。一花果能延一年寿。我跟他的姻缘在人间只有1年，1年之后，如果不回天庭受罚，至尊宝就会死。所以我会用我的仙缘来帮他延寿，用我的命换他长生。那为什么是五指山？这里是天神下凡的通道。1年之后，天庭派往的人会先过你的山门，到时候你就来告诉我，说山里的祝鱼要结果了。至尊宝，我回来啦。至尊宝。至尊宝，至尊宝，在这儿呢。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过我会身披金甲，脚踏七彩祥云过来娶你吗？可我们已经拜堂成亲了。但我还没同你求过婚呢。你不会法术？你从哪儿变出来的萤火虫啊？喜欢吗？我决定了，从明天开始，我要在五指山上凿一条路。等路凿通了，你以后上山采药，我就能陪你一起了。你手怎么了？
茱萸有山神看管，山神不给，就打一架喽。放心吧，我都已经跟山神说好了，他说茱萸1年1结果，果子熟了就来告诉我。我就是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好不真实啊！傻丫头，那我就让你一辈子活在这个梦里。就怕万年，你们在一起，也会觉得时间少吧？最近有好几户人家的宫女出嫁都被妖怪掠走了，孟员外家能整这么大动静吗？姐姐，你救救我！姐姐，你救救我！姐姐，你是在叫我吗？我看着有那么老吗？臭牛让我看着这些铁笼子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我
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我放过你啊？那谁又能放得过我呢？自求多福吧。这戏呀，唱的是100年前大圣娶亲，一生所爱，紫霞仙子偷了月老的宝剑，下凡寻找意中人的事。奇怪了，好听的曲子怎么听都听不腻。我出去一趟。你又要走啊？不陪我把这首曲子听完吗？我知道，百妖夜宴嘛，和你那帮狐朋狗友们，少喝点儿。别喝了，你想过的日子我都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想过的日子你是给我了，可是你的心已经不在了。去吧，到晚了他们又该罚你酒了。至尊宝，你居然真的走通了！哇，太好了！我看看。我没想到你还真早了100年。我答应过紫霞的，怎么可能食言呢？不过这100年，你的样子倒是一点都没变。还多亏了你山上的注意果，这样的话我才能跟紫霞在一起这么久。至尊宝，嗯。你跟紫霞姐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啊？怎么说呢？感觉自己一无是处，没什么事儿可做，好像我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同她在一起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继续往上凿了。哎，至尊宝，其实至尊宝，紫霞，你们在聊什么？紫霞姐，紫霞，我凿通了。哎，是啊，至尊宝把山洞凿通了，这洞口一凿出来，里面采光一下就不一样了。你看啊，这阳光，这通风，整个人心情都变好了。紫霞姐，山顶的茱萸已经结果了。你跟至尊宝在人间的期限早已经过了，这100年也早已长过了他的寿命。你无视天规，违背天条。可我不认天命。我今天必须带你走，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
为祸人间，还扬言要让你们痛不欲生。你现在不跟我走，等牛魔王找到你们，至尊宝一样活不成。牛魔王的麻烦我会解决。你留在人间，等到仙缘消散，还是会和至尊宝分开。我知道我的时日不多了，但是在人间我还有事情要做。我会让至尊宝带上金箍，去完成他100年前本来就该完成的事情。既然你已经想好了，等你人间事了，我会带你回天庭。希望那个时候我还活着。要不是这100年，你把仙缘给了至尊宝，你怎么会伤成这样？可现在不是以前啊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谢谢。我敢跟天斗，可我却没有告诉他真相的勇气。晶晶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我想带至尊宝回这镇上看看，辛苦你帮我，一定弄得热闹一点。今天来找我，不是为了来看戏吧？如果卑微就是你爱他唯一的方式，值得吗？值得吗？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，你就不会去问值得还是不值得。我想找你帮个忙。嗯？那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有办法让牛魔王重新珍惜你。至尊宝，祝雨果，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什么日子啊？好啊你！哼，骗你的！今天是我们拜堂成亲100周年嘛。你现在学坏了啊！今晚陪我出去走走啊！好啊，不做饭了。妈，等我哦。你慢点儿。这里好像变得比以前热闹了。100年了，当然不一样了。可我们一点都没变。至尊宝，你有和别人一起看过天灯吗？有啊。骗你的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同你在一起，没有其他愿望可许。真的？跟我来。干什么？看看吧，你写的什么愿望？不能给你看的，看了就不灵了。不许看啊！你究竟许了什么愿望？希望今年的冬天不像往日那么冷。那我就一直抱着你。笨蛋，我是神仙嘛，我怕的是你会冷。
那你就一直抱着我。至尊宝，今生你欠我的，来世一定要记得还。你的愿望，我看到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可你就是不听。嘘，100年没见，我不想刚见面就跟你吵，我也不想眼睁睁看你去送死。我听二郎神说了，你要去牛魔城救人。可现在的牛魔王，你打不过，哼，那就试试喽。用不用我帮你？不用。我想通了，如果打不赢牛魔王，大不了再嫁给他一次。骗你的，100年了，说话都变得跟他越来越像，无可救药。紫霞姐，你有没有想过把真相告诉他？他现在肉体凡胎的，我的麻烦，他帮不上忙。你不怕他以后怨你吗？我不怕他会怨我，我只是害怕他会心疼，而那个时候，我却不能在他身边陪着他。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？我知道有个人能帮我。这艘船，我记得。100年前，你坐过。其实那天我也在，只是你们闹得太厉害，根本不需要我出手。不管你今天来找我做什么，我不感兴趣。也无话可说。我只是想在临死之前来见你一面。当年至尊宝虽然拔出了我的紫青宝剑，可当时的他心里还住着别人。我顺从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只懂得付出，不要求回报，最后丢了自己原本的样子。却仍然没能让他学会珍惜我。我们成亲那天，至尊宝同我说，直到失去后他才后悔莫及。幸亏上天又给了他一次机会，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幸运。霞。凡人一生短短数十载，每天都要做选择，一辈子都在做取舍。就像我明知道至尊宝离开我，才能成为我想要嫁的齐天大圣、盖世英雄，可我却宁愿选择让他一事无成，也不舍得放他走。我们得到什么的同时，就一定会失去什么。你想要的两全法，这人世间没有，又何必为难自己，苦苦强求？你是想让我帮你去救至尊宝吗？我来找你，想让你帮的不是至尊宝，而是你自己。至尊宝，知道紫霞在哪儿吗？啊？
你别找了，你找不到的。至尊宝，至尊宝，你别爬了，至尊宝。至尊宝，你别爬了，至尊宝，至尊宝，至尊宝，你快下来，别爬了，至尊宝。至尊宝，我知道紫霞姐在哪儿。这五指山顶是天庭神仙下凡的通道，你和紫霞姐的期限其实早就过了。你和紫霞姐的姻缘在这人世间只有1年。自那之后，二郎神每年都会下凡，想抓紫霞姐回天庭受罚。二郎神在哪儿？你告诉我。二郎神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！你冷静一点儿。他被别的人带走了。你让我冷静！我只是个小神仙。不过我有办法，我带你去山神境。平时山神们都会在这交换山货，还会聚在一起聊一些小道消息，肯定有人知道二郎神在哪儿。坤哥，往哪儿躲呢你？这么大个柱子能藏得下你？什么事儿啊？还不还钱？华姐，怎么了？白鹤九霄鸣，空中万里声，金榜题名。我们这五指山的签向来可是最灵的，你让那书生中了签，这个人情你可得用消息还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去见二郎神。哟，凡人呀！想见二郎真君呀？那你得递文书到南天门，按照天规啊，要1天的时间。可这天上1天，在人间你得等1年。这哮天犬，我们可知道它在哪儿？100年前，杨戬同牛魔王那场大战，哮天犬受了重伤，如今在蜀山山后休养。哮天犬肯不肯帮忙，那就看你自己的造化。什么了？没事，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了。小天，出了什么事？有人想见你。小老大，咱们出去吧。走。紫霞在哪儿？那天紫霞仙子被我所伤，本应被带回天庭，可她放你不下，便想将功赎罪，帮我解决一个麻烦，来换你们那天的相守。什么麻烦？看来小山神没告诉你啊。不久前，牛魔王重现人间，四处寻找你跟紫霞仙子下来，还掳走了不少将要嫁人的女子，为祸人间。现在被绑走的凡人女子都已归家。是紫霞。虽然她救出了那些凡人女子，可她却被牛魔王关进了地牢。过几天要举办的百妖御宴，她发了喜帖，
说是要和紫霞仙子成亲。你是说紫霞姐现在在牛魔王那儿？天这一次是不会出手帮你的。想救紫霞，只能靠你自己。至尊宝，你等等我，至尊宝，你怎么了？牛魔王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哪知道他这么小心眼儿啊，还来找你麻烦。哎，是紫霞姐不让我说的。紫霞这100年一直在跟天斗，你跟她还装着若无其事，合起伙来骗我。牛魔王出世重现人间，也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。你跟紫霞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你去哪儿啊？找牛魔王！不行，你会死的。如果我救不出紫霞，那我跟死了有什么分别？你先别着急，我帮你一起想办法。100年前，我娶她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起过誓。即使我不是齐天大圣，就算我只是肉体凡胎，但她是我的女人，我爱她，却不能保护她。那我又算得了什么男人？有我在，谁也欺负不了她，天也不行。至尊宝，快点，都快点，都动起来！你去，快一点，别动得长长的，快！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紫霞呢？紫霞刚洗完澡，准备跟我洞房呢。你要不要一起呀？牛魔王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就凭你们几个，还想吓唬我？谁他妈干的？带他走。疯婆子，你干什么？在你眼里面，我就是个疯婆子。我修成地仙前，是罗刹国的公主。那个时候，
根本没有人会想过，最后我会嫁给你。以前你什么都让着我，可后来你成了现在的牛魔王，你为了面子娶了那个玉面狐狸当妻，而我呢，相夫教子，理所当然。今天我成了你口中的疯婆子，凭什么？我今天来带了份贺礼。小叔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是牛夫人，我是火焰山铁扇公主。以后我要做自己。紫霞，紫霞。你没赢过牛魔王，无能为力的滋味应该不好受吧？我妹妹私下凡间想找意中人，我当时就觉得她傻，可没想到还真让她找着了。这100年来，我在月老阁盯着你，算你有良心，对我妹妹还不错。可比起他对你做过的那些事，你做的又算得了什么？有太多事情，他藏在心里不说。你什么都不懂。我知道，我跟他的姻缘，在人间只有1年。你们在盘丝洞的对话，我都听见了。那你的意中人就会死，但是又能怎么样呢？我只能努力装作毫不知情，珍惜与他在一起的每时每刻。这里是你拔出紫青宝剑的地方，至尊宝，我们搬去五指山吧。但我骗得了他，却骗不了我自己。我曾不止1次想过，如果我是齐天大圣，那么我就有能力去保护他，不让他受一点伤，吃一点苦。但现在，废人一个。你想成为齐天大圣，得先放手。凭什么？就算金箍收得越来越紧，我依然能够爱他，谁也阻拦不了我。唯一能让我放手的，也只有我自己。但现在，没机会了。如果再让你做一次选择呢？
我知道金箍在哪。观音大师，观音大师，观音大师，问菩萨为何到后，探众师不肯回头。谁？我是这里的土地婆婆，观音大师让我在这里等一个脚底有3颗痣的人，他有一样东西要交给那个人。是不是金箍啊？啊？嘿！我有3颗痣，我有3颗痣，把金箍给我！不要闹了，急用的。金箍戴上以后，你再也不是凡人，人世间的境遇你不能够再沾半点。如果动心，金箍就会在你的头上越收越紧，痛不欲生。你真的想好了？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你告诉我说，谁能拔出你的紫青宝剑，谁就是你的一种。可我当时心里还住着另一个人，我那时候跟你说，如果跟你在一起了，那么原本在我心里的那个人也要离开。我之前跟他说过的话，突然就不算数了。我不想做一个负心人。你那时候告诉我，我在遇见你的那一刻，之前的姻缘、缘分便已尽了。这就叫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我从来不信天意，可与你在一起之后，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个期限，有些人是一眼，有些人是一刻，有些人是一时，有些人却是一生。以后的日子，我不能陪你了。今生欠你的，等来世，我一定会还。
手轻了，这次一定让你满意。把紫霞换回来了。大圣，之前牛魔王说要娶紫霞为妻，那都是气话。他真正要娶的人是我。紫霞在哪儿？你跟牛魔王的一场婚礼，只不过牛魔王要娶的人是谁，你不能告诉其他人。你想让至尊宝觉得牛魔王想要娶的人是你？100年前，至尊宝本来要做的事情，该去做了。但在这之前，他得先戴上金箍，放下我。100年前，牛魔王欠过我一场婚礼，他今天还了，可我还欠他一条命。我不想后悔，把债留到来生。关我什么事？
下子。这事儿就跟你们说啊，哪说哪了，别往外传。咱就说这个至尊宝跟紫霞嘛，刚成亲那会儿，哎呦我天！我说这事儿，我跟你说，我都难以启齿。哎呀，100年了，俩人没出过门。那你说那至尊宝长啥样了都啊？就是龇牙咧嘴的长的，那是跟个猴似的。你说，紫霞跟他，我跟你说，就白瞎了，白瞎这人了。100年之后，他出门了，那手都长毛了，毛骨悚然，那都。哎，长得就跟那人似的啊！你看啊，横了横了的一天，你知道背个棍子，那什么发型了都干粘了都，臭不要脸！你瞅那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你长得。使用宝剑5两银子1把。哎，你们俩靠近点啊！啥都吃不饱，他们俩我自家酿的美酒。